欢迎来到壁画太多。今晚我们要聊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大扫除，不是清理宫廷，不是剿匪平乱，而是把数不清的中医古籍一卷卷、一柜柜统统烧掉。没有官宣，没有告示，就像春风一夜吹过，连烟灰都不许留下。有人说这是宫里的禁忌被泄露了，也有人说这是医道触碰了天道。到底是谁怕了这些看似普通的草木纸张？又是谁在焚书的背后真正害怕的是人心？在你准备放松之前，先点个赞，点下订阅吧。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坐标和此刻时间。如果你心中有特别想听的历史人物或事件，无论是帝王将相、诗人文豪，还是热点人物话题，都欢迎写在留言区。你的建议很可能成为下一期的故事主题，让我们一起把这个频道变成属于大家的助眠故事角落。好，让我们一起沉入今晚的故事。明朝中期，正德皇帝刚刚驾崩，朝廷动荡不安，各地藩镇纷纷观望，京城更是笼罩着一股难以言说的气氛。某日，一份不公开的内部圣旨悄然传至太医院，命令其中一个小吏将几部名为《秘本奇方录》《皇室敬政录》《回春绝记》的古籍移出太医院典藏室。没有人知道这些书最后去了哪，但1个月后，京城南城边上的窑厂突然燃起大火，没人救火，因为那是御用之火，烧的正是那几部书，连同一些没人登记在册的手抄本，灰飞烟灭。这事说大不大，但太医院几位资历最深的老御医，从那天起突然闭门不出，连皇命都不肯再接。有人问其中一位为太后看诊多年的黄御医，他只说一句话：这不是医书，是命。后来他就被人从屋里抬出来，盖着白布，悄无声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半年后，南京贡院一名书生因收藏一本《百病通补方》被抓。审讯时，这位书生说他根本不知道这是禁书，只是祖上留下来的抄本。他自己用过其中的一个方子治好了弟弟的癫痫发作，结果方子没事儿，人却出事儿。这个案子由东厂接手，3天之内同案牵连出整整17人，其中有2个是药铺掌柜，一个是翰林院编修，还有一个是御前值班的内监。为了一本书牵出半城人，于是整个江南各地的知府、巡抚开始大动作查书，查的不是小说话本，不是邪门外道，正是各家中医祖传的绝密医方。谁要是手里有抄本、笔记、祖传药方，没有备案，那就是大逆不道。有人问，不是说国家提倡悬壶济世吗？结果官差一句回话，堵得人哑口无言：滥医者害人，藏书者谋逆。这话听着别扭，却是明朝中后期关于医书审查的典型语境。其实明代以前，医家之学还算宽容，宋元时代甚至鼓励地方刻印医书，传播草药知识。但进入明代后期，政治权力与医学知识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起来。最明显的变化是，皇室对禁方这个词的定义开始变得越来越宽。什么叫禁方？最初指的是那些专供皇室使用、外人不得问津的疗法。后来呢，只要能快速见效、触及人体阴阳命门，或是涉及妇科与人伦饮食的方子，也统统列入禁区。再往后，哪怕是一个偏方、土方、疗伤之术，只要效果太神奇，也可能成为违禁品。这种氛围下，许多医家开始自保，他们不再教徒弟，
不再交书稿，不再公开讲授疑难病症处理方法，有的甚至把祖传药方烧掉，只留下简单笔记，连家人都不再传。这不是传承断了，是断得太急太突兀，就像有人在半夜突然切断了整条街的灯，而你还在画画，连最后一笔都来不及落下。但偏偏这种禁忌反而让人越想知道书里到底写了什么。坊间开始出现地下书铺，不明卖书，只暗中传递。最典型的是杭州城南的水字铺，据说那里的老板是个瘸子，开的是刻印香谱的铺子，但只要你递上一枚写着左肾偏寒的铜钱，他就会从地下暗柜拿出一本油纸包好的书，没封面，只用木炭写了2个字禁录。里面写的什么？有人说是活血生髓，有人说是改命逆天，但更多人说看不懂，因为这些书大多是残本，书名不全，语句中断，配药量模糊，像故意写的不让你明白一样。可就这样的书，一本能卖到30两白银，相当于一户人家半年的口粮。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吊诡的现象，朝廷越是打压，禁书越是热卖，医方越是神秘，人们越是趋之若鹜。就像有一种渴望，是想知道那些被盖起来的真相。但这一切的开始，不就是因为皇命下了一把火吗？火虽然灭了，灰烬却还在空气里绕，还在人心里飘进每一个还相信医能治病的人家里。这就是第一场焚书的故事，一场没有战火的战争。谁对谁错，或许历史不会告诉你答案，但它会给你一个问题：如果连医书都不能自由留下来，那人还能留下什么？火灭之后还有余烬。这句话是江南某位老郎中在被查封医馆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当时他正用一本旧抄本给人看病，结果那位病人没事，他却被带走了。消息传出，不少人以为这又是一场针对民间秘方的突袭，没想到真正引起东厂注意的不是方子里写了什么，而是那本旧书最后一页上写着一个名字：回天录。而这正是几个月前御用焚书名单里的失踪残本。这下事情就不一样了，回天录是什么书，没有人能说清。有人说它是明初某位宫廷御医的私家医案，专门记载皇室难症治疗细节。也有人说那是元末一个流亡道士在西域游历所得的艺术配方，有通命换髓之法。更有民间传言它是一部7部传志书，内容涉及逆天续命、移魂再生，必须一代传一人，不可留纸面，更不可让外人看到。这些传说真真假假，但有一点几乎可以确定，它的存在曾让宫廷不安，也曾引起民间骚动。那年京城秋闱之后，一位新进举人到苏州访友，路过一处书摊，无意间翻出一本封皮泛黄的小册子。他读了几页，发现文具艰涩，但内容非比寻常，竟然详述如何用七星草搭配生龙骨治疗风瘫之症，而且药引居然是人初乳。他一惊，再翻几页，看到配方旁有一段批注：此法不可轻用，破阴逆命，属夺天之道。举人心中顿起一念，忙将书买下，连夜寄回京城，请教师长。结果还没等回信，书摊就被一群不知名黑衣人连夜扫空，摊主失踪。第二天，摊位成了空地。这一幕很快传遍江南学界，引起一阵关于禁方的风波。有人开始主动焚毁祖传医方，也有人悄悄誊抄藏好，甚至有富商高价悬赏奇方异书，愿意出300两白银收一本，只要内容够邪。
这就形成了一种怪现象：一边是官方不惜一切焚毁禁书，理由是误用成灾，动摇民心；另一边却是私下哄抢，甚至开始炒作。坊间有句话流行开来：宁买一页禁方，不信千册名医。说到底，人心之所以趋之若鹜，是因为太多病治不好，太多命送得无声。普通人渴望奇迹，而禁方看起来就像那根救命的稻草。此时，禁方猎人这种神秘职业也悄然兴起。他们不是医者，不是学者，而是专门替富商、豪门，甚至某些王府四处收购、倒卖，甚至偷取那些不可流传的古籍配方。南方某地就传出一名猎人夜闯古医家祠堂，偷走3册猿人秘录，事后用其中一个通血法救活了中风多年的徽商大户，被重金收为座上宾。但这些通血、活骨、断命、续魂的传说，是真是假，没人能说清。真实发生的是，一波又一波太医、名医、书院弟子因抄录禁书而被捕、拷问，甚至流放。有的医馆干脆改卖香烛纸钱，有的老医当街焚书谢罪。有人说他们怕了，其实他们是怕连累家人。而在这场秘密灭书运动中，有一个细节非常诡异：参与整理焚毁名单的官员大多来自太医院，却不是当值医官，而是一些被借调过去的编修、文书、记录员。他们之中，有人抄写过御医手札，有人整理过皇室病案，有人甚至当年参与过给皇子断脉。换句话说，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禁书里到底隐藏了什么。有传言说，这批医书中有一类内容是专门记录非常规疗法，比如以毒攻毒、以刑止痛、用活人试药，甚至记载过催产术失败后剖腹取子的案例。这些内容一旦流入民间，不但有辱皇威，还可能引发民间恐慌。这就是宫廷真正担心的部分，不是病人治好了，而是治好了之后，人们开始怀疑皇家的医术未必是最好的。于是就出现一种非常讽刺的局面：民间求医心切，却得不到真正的医方；朝廷声称要守护中正之道，却不断焚毁最核心的医籍。一边是空空如也的官书馆，一边是暗流汹涌的地下书房。一个病人躺在床上，他的命可能就被这两边拉锯给耽误了。那年冬天，京师传出一件事：某位御前侍医在为皇太后诊病后，低头从袖中划出一页残纸，被侍卫当场发现。上面写着几个药名，其中2位是早已禁用的灵舍、千年巫，立刻被指违反御医规矩，撤职抄家，甚至被定为前途巫术，意图不轨。谁也没想到，太后病情几天后好转，御前太监却悄悄将那页残纸藏进了自己的金柜，说：世上无神医，唯有愿赌命者才敢留真方。所以那些被烧掉的医书真的只是危险内容吗？还是另有原因，不能让人知道？毕竟真理总是混在荒诞里，而真方也往往藏在被烧毁的一页之中。焚书不只是对知识的否定，它更像是一种姿态，用火划出一条谁能救命，谁不能说话的界限。而这条线正穿过历史，也穿过每一个生过病、判过方子的人心。如果你在明朝晚期走进江南某个偏远小镇，很可能会在街角药铺前听到这样的闲话：那谁家的老三中了风躺了3年，后来听说有人找来失传的方子，3天就能站起来，真灵。然后隔壁茶馆里就会冒出个声音：真的假的？不会又是那个被禁的什么虎骨续命丹吧？前个月听说才有人因为这个被抓走了。
像这样夹杂着惊讶、羡慕、恐惧和贪念的对话，成了那个时代典型的风景线。每一个流传于民间的奇方，都像是在舆论和制度的夹缝中顽强地长出了一朵毒花。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座江南小镇，镇上有间医馆叫和生堂，开了3代，主理的是个叫吕景山的老医。吕家在当地算是名望人家，从他爷爷开始就是坐堂不收礼的老实人，靠医术吃饭，从不弄虚作假。可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位以方阵出名的老先生，竟然被东厂盯上了，而且是因为一张手写方子。事情的起因很简单，有户人家请了吕老先生给中风的老人治病。按理说这类慢病治疗过程都不快，最多减轻症状，但那位老人服药3天后突然能下床，说话也清晰了，这一下可震惊了全家。家属感恩戴德，却不小心在酒楼说了句：幸亏吕老开的那张老方子，听说是明朝初年的秘方。结果这句话传到一个好事者耳中，他写信匿名举报和生堂用禁方治病，私藏古籍，疑似流通焚书名单之内容。没几天，镇上来了几位不穿官服却带兵的差人，说是查访违禁医书。和生堂被查封，吕景山被押走，整个镇子顿时人心惶惶。更诡异的是，那个病刚好转的老人在医馆被查后，第2天就突然去世，据说是中气回逆，药力反噬，谁都没看到尸体，只知道家人当晚就搬离了。这起事件震动了周边几个县，更多医馆开始自查自纠，把祖传手抄本锁进地窖，有的干脆用火烧掉，怕被人翻出来惹事。坊间也因此传出一种新病，不是病在身上，而是病在方子。你用它，它能救你；它若被查，你就等于惹了祸。于是越来越多的医者变得畏手畏脚，哪怕有奇方也不敢轻用，病人的命被困在了这些能救但不能用的纸张中。但吕老的事并没有就此结束。1个月后，他的儿子吕明山在夜里悄悄回到镇上，带回一封写在油布上的信。信中并没有方子，只有一段话：此方乃先祖于宫中得之，非妖术，非邪法，唯效验极佳。若藏此不传，心有所惧；若传此致祸，命有所长。这封信一度在江南医者圈流传，被称作自白帖。有人因此对吕家肃然起敬，也有人说这不过是做戏，博取名声。但这封信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从那之后，一种新做法在南方医圈悄然流行：医方不写全，药单拆3页，药引另传口授。更有甚者，把药方按时辰段落隐藏在诗文中，只传有缘人。譬如一句诗：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表面是宋词，实则是指星辰对药材沉沙，风指枪火，桂指肉桂，冬对应配药时辰。如此一来，即便被查，也能推脱说是文人墨客在作诗，不是在藏药。这让禁方风波变得更难防、更难断，也更扑朔迷离。官府当然知道这种小聪明，但也明白一个事实：你可以烧掉一本书，却烧不掉人对医的渴望。这种渴望就像潜伏在皮肤下的病根，越压越痒，越藏越深。于是他们改了策略，不再公开抓人，而是秘密安排线人，渗入各地医馆、药铺，假装病人套方子。一旦发现疑似禁方内容，就悄悄备案跟踪，等到时机成熟再统一清算。而这
也导致了一种新的恐慌，医者不再敢写笔记，不敢抄录经验，也不敢交流配方。学医变得像学偷术，开口先问对方：“你信得过吗？”动笔前先想这东西能不能留。可越是这样，那些老方子越显得珍贵。吕家那张失传方成了坊间传抄最多、变体最多的药界传说。有人说它就是回天路残叶的一部分，也有人说那根本就是吕老自己从古籍中演化出来的新方。所谓宫廷医术，不过是他编来给病人一个心理安慰。谁对谁错，没人知道。但那年冬天，江南下了很大的雪，镇上所有药铺都关了门，只有和生堂门口被人挂了一串白纸条，上写8个字：方可救人，书可焚身。在风雪中飘得清清楚楚，却没人敢上前接下。后来这句话被江南一位书生改成了一副对联：良方难传世，近路最伤人，流传甚广。而这一切都只是晋方风波的冰山一角。从民间小镇到朝廷之上，每一段传言背后都是一个不敢说出口的为什么。为什么能治病的东西却不能传？为什么救人的方法却要被锁在火堆中？答案不在书里，也不在官府手中，而藏在千千万万经历过病痛却被告知无方可用的普通人心里。太医院的密档里有一本从未被列入典籍目录的册子，封面只写着3个字：御医笔记。这本笔记不是为后人留的，而是为御医之间内部流通。内容简陋，纸张粗糙，却被密封保管在内阁某个上所的竹匣中。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上面标记着数十个不可外传的医方，还注明了这些方子在民间一旦流出，需立刻收回或销毁。这些方子到底写了什么？又凭什么列为绝密？据流传下来的片段记载，里面有几类特别引人注意的记录。其一是急救类，3种能在极短时间内止血、定神、缓解心悸的药方。其二是逆转类，针对中风、瘫痪、昏迷，号称可在3日内见效的处方。其三是救贵类，专为皇亲贵胄设定体质所配的对症专方。而真正让人心惊的是那一类进口类方子，用药方式极其惊悚，一旦公开，必将引发轩然大波。这些配方为什么不能传？御医之间早有默契。第一是药材太过罕见，无法量产，一旦流入民间，必定引发争抢与盗伐。第二是使用风险极高，药效虽快，但稍有误差便是性命之忧，普通医者根本把握不了。第三，则是最敏感的一点，部分方子涉及宫廷秘史与皇室病案，治的是病，却藏着命运的漏洞，若被知晓，将动摇天命之说。这类医方多由资深御医记录，在皇帝口谕下送入太医院藏针阁，以密封之法存储，并交由指定2位执年医官定期校对。这些执年医官非科举出身，而是代代传承的家医，他们知道宫中医理与禁忌，外人不许染指。但偏偏有一年，一位新进的太医院官员好奇翻阅其中一本旧籍，在深夜手抄部分段落，准备带出宫研究。结果第2天人未见，家中却突然起火，所有书册笔记焚于一夜之间。坊间知道这事的极少，但宫中暗地里立了规矩，任何涉及藏针阁内容外传者，按泄露天机论处，轻则革职，重则弃市。而御医笔记也从此不再列册，
转为口传加笔录加粉稿制。也就是说，新任御医只允许听长者讲述内容，不得抄录，一旦授完，当场烧毁纸张。这种制度既神秘又危险，错漏一句便可能代价惨重。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在明末战乱频仍之际，宫廷动荡，一位逃亡至南方的前太医院医官被地方藩王收留，他用笔谈方式慢慢写出自己记得的一部分禁方内容。有人说他是在赎罪，也有人说他是想留些医道真知，但不论初衷为何，他的手稿在他死后流落江湖，被称为断脉残录。断脉残录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不仅写了药方，还写了配药时需唱的调气口诀。这种口诀不是咒语，而是配药者必须以某种节奏、呼吸、念词来引导药性融合，类似后来道医炼丹的引气术。如此讲究的配药方式，让人意识到这些禁方并非走捷径，而是一种极端严谨的医学实验，只是这种实验从不允许失败，也不允许外人效仿。这本书后来落到一位苏州书生手中，他曾试图将其刊印，但因触及御用药录禁忌，被官府拘捕。他在狱中留下8个字：不问生死，但求知真。传说狱卒看到他笔记后，悄悄带出其中一段。几年后，他母亲重病，用那段药方竟然痊愈。于是这本断脉残录被人偷偷誊写，多地私印抄本开始流传，却因内容残缺、方名替换、真假难辨，甚至导致有人误服致死，引发更大的查禁风暴。而在这一连串事件背后，人们才开始真正理解御医笔记为何从未公开。它不是藏着某1、2味药那么简单，而是藏着皇权、伦理、信仰的底线。一旦动摇，便动了整个体制的根基。直到清初，太医院再次重修藏药录时，直接删去整块御医笔记内容，仅留编号和封条记档，不再存方。御医笔记就这样成了一本有名却无字的空白书。但那一页页缺失的配方并没有真的消失，它们藏在口口相传的片语中，藏在某位世家医师留下的药柜夹层中，也可能藏在某间老药铺墙角发黄的手账里，只等有人再一次无意中翻开。而每一次翻开，或许都不是救人，而是点燃一场星火。如果说御医笔记是不能让你知道，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就是知道了也不能说。而主角是一只来自东厂的手札，不是普通命令书，也不是刑讯记录，而是一份密件副本，编写者身份不详，落款只写了2个字：官封。整份文书并没有讲药方，而是记录了一个行动：查禁医典，流传路径梳理。用白话说，这是一次针对全国范围内医书流动路线的秘密侦查。文书开头直接点明，近日有医典残液流入江南、湖广、云贵等地，民间以仙方之名私藏超传，已对基层医政秩序构成干扰，应予查明。接着是长达10几页的流通路径图，从京师太医院旧书残卷，到江南客坊私印，再到山西药材集市地下交易，甚至延伸至四川一带的道观内部密售。每一段路径后面标注了对应地区的官员背景、地方势力、可能庇护人，极为详尽。这是一份东厂视角的中医地图，更是一张静悄悄的审判清单。而整张名单中被重点标记的不是大医馆、名医，而是一些你意想不到的角色：书院、教育、
寺庙住持、道观、经生，甚至还有手艺匠人。这些人本无意行医，但因在某处接触过旧医书，曾暗藏奇方笔记，就成了被监控对象。这份手札等于告诉你，只要书还在，就没有人安全。而从这份密件流出后的1年里，朝廷确实展开了针对性的清肃行动。最早被盯上的是苏州一间书院，理由是讲学时引用了古医御理的段落。讲授者名叫许文仪，是一位儒医兼修之人。他在课堂上提到精气神3调方，并以人气运行如5行为例，引经据典讲解脏腑互补，原是寻常比喻，结果被学生家长举报，鼓吹阴术。3天后，书院被关停，许文仪被押往京师。而更离谱的是，有寺庙因收留病人，用心净汤代替香火，前遭查封。主持说那只是代茶饮料，1味枸杞，2味甘草而已，却因汤方旁边留有安神之饮字样，被指散播精神疗法，异端思潮。你看，问题不在于方子，而在于方子以外的解释空间。一旦权力选择以异端视角理解医学，那原本治病救人的纸张就成了动摇秩序的火种。有一段时间，江南地方甚至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医馆门前挂白布条，意思是只用官方药书，不用私方旧方，活像是要给医书清白立个碑。而民间呢，则悄悄流行一种新型病友圈，大家用口耳相传的方式分享方子，甚至不再写下来，而是用歌诀、口诀记忆。比如一句先饮甘露水，再取月下草，日落前服尽，次晨心头好，其实对应的是一套治失眠的复合草方。这些口诀后来被官府察觉，也被列为口传违禁。曾有一位补锅匠因反复哼唱一句沉水破寒火，沐风解脉堵，被邻人举报，最终查出他家中藏有一本祖传医方册子，含集调元法。补锅匠说自己是小时候跟祖父学来的，没想过这也犯法。但在那一年的东厂口中，犯法的不是药方，而是你不按规矩记东西。这一切都表明，东厂不只是查书，更是在查记忆。只要你记得，就有可能传下去；只要你传，就可能成为不稳定因子。而这种记忆打击，本质上不是为了医学，而是为了控制。控制谁能说话，谁能治病，谁有权掌握生与死的解释权。手札中提到一句话：医者，道之尽也，若道偏，则事乱。表面看是推崇医学归于正统，但其实透露出真正的恐惧，怕的是医者成为思想传播者，用病理解释命运，用疗方颠覆秩序。于是中医不再只是医术，也成了思想兵器。方子不是方子，而是另一种可以流传的真理。因此你会发现，从东厂介入开始，中医的公开讨论几乎全线收口。不少地方学馆取消医理课程，药坊禁售未经审定配方，连《本草纲目》也在再版时删去多个古方注释。越是压制，越是模糊，越是模糊，就越容易让人胡思乱想。而这一切正是权力希望看到的，宁可人忘记真方，也不让人质疑制度。但遗忘是双刃剑，当真正需要时，那些原本可以救命的知识不在了，能做的只剩猜测，而猜测之中错用成灾，于是更容易被控诉禁术害人，最后形成闭环。你不能学医，因为没人敢教；
你不能用方，因为方字已亡；你不能救人，因为真方已死。这一切看似是为了规范，其实只是为了恐惧一个问题：如果一个草民能用3味药救皇亲贵胄，那谁还信龙气命脉？在这种逻辑下，东厂不查你有没有病，而是查你有没有治病的可能。而这也许才是最让人心寒的地方。皇帝生病是宫里最忌讳的事，不是怕他真倒下，而是怕天子有疾这4个字传出去，会动摇所谓天命不绝的信念。可问题是，人不是神，皇帝也会咳嗽、发烧、头疼、肚泻，甚至得怪病。而每当这个时候，太医院变成了权力斗争的漩涡，不是谁医术高谁上，而是谁最懂规矩。而这规矩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能治，但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治了。这种吊诡的逻辑，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万历年间。那年万历皇帝暴瘦，连着几日不早朝，太监紧急传太医院御医入宫，值班的是年过6旬的汪御医，据说医术平平，却因审慎出了名。他诊断后给出一纸方子，说是气虚兼寒，宜调不宜攻。皇帝吃了3日，毫无起色，整日头晕恶心，急得皇太后拍案怒喝：换人！这时候，一个不在值班表上的名字被提了出来，他就是张允生。张允生本是太医院编外的看书官，负责管理古籍与药录，医术不差，但平日话少，性子冷，没人重用。可这回被太后钦点，只得硬着头皮上殿。他入宫后没有立刻开方，而是跪请调阅《宫廷禁方备录》第2册，结果没人答应，因为那一册早已被封印多年，不许再启用。理由是使用者多死者曾列为凶册。张允生却只说了一句话：若真命危，再不敢试，便永无事实。太后沉默片刻，挥手准许。于是凶册被解封，张允生调出其中一方，名曰透骨清元汤，主要为蛇床子、乌梢蛇、陈年虎骨、西域风寒草，再佐以活人血1滴。当然，宫中并未使用血，只以生铜心火汤替代。据说皇帝服下3日，竟然神清气爽，不仅能上朝，还亲自召见张允生，赐金100两，封直升等。可问题也在这里发生了。消息传出后，朝中有人开始追查，这方子从何而来？为何要用封禁之方？背后是谁主导解封？张允生突然被责借古方行巫术，调职入冷司，2月后失踪。更诡异的是，那册《宫廷禁方备录》第2册也再度被封，并列入焚毁名单。宫中关于透骨清元汤的一切记载自此彻底消失。而这件事在御医圈传开后，掀起了极大恐慌。原来所谓禁方，不只是因为它奇特危险，而是因为它救得太好。一旦让世人知道皇帝靠这些旁门左道起死回生，那龙体天赋这套神话就要崩了。更别说这些方子一旦流入民间，可能让普通人有了不靠神医照样救命的幻想，这才是权力不能忍的。于是从那以后，御医开方要签3人背书，不准引用旧录，不准提活骨、逆阳、脱魂等字样，连虎骨都改称秋金，不许提毒，一律称烈性。看似只是词汇限制，实则是彻底改写医学话语体系。医生们必须用听话的词汇治病，否则再好的方子也无路可走。
到了清初，康熙也曾在四记中提到一件怪事：他儿子幼时久病不愈，一名宫外名医开了一剂温胆开神汤，3日痊愈。康熙龙颜大悦，派人赏银10两。结果太医院竟联名上奏，说该方为迷术之一，有违正统，请陛下慎重择用。康熙虽未追究，但从此不再召见该名医。几个月后，那人在归乡途中落水身亡，无人问津。康熙在司记里只写了一句：“救我儿者不得善终，岂非讽刺？”这句话被抄在某位太医院弟子的手札中，传到外间，成了一则让人唏嘘的宫中医会故事。也正是从这一代开始，皇族对民间医方的态度彻底收紧，任何与速效、奇验、偏法相关的内容一律进入宫门。这也造就了一种极其荒唐的局面：皇帝病了，却不能用最有效的药，只能绕着安全、合规、祖训这些字眼打转。宫中医术变得越来越温吞、保守，像一锅放久的药汤，表面平静，实则早已失去药性。真正的好方子不是没人知道，而是不敢开口。一开口可能救人，但也可能送命。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一种书外医术悄然兴起，宫外藏医。很多王公贵族开始私下雇佣民间高人、道士、医师，意欲来客，有的甚至藏在府邸内院，只在皇室医术失效时偷偷请出。这些人用的正是那些被焚的旧方、禁方、秘术。若成功了，归功于天命；失败了，杀人灭口，悄无声息。而这一切始终是个循环，表面是禁止方子流通，实则是禁止非控制体系内的疗愈行为。医术成了权力的附属，而不是救命的本能。这也让真正的中医开始分裂，一部分选择进入体制，收敛锋芒，走正统之路；另一部分则藏身江湖，背着方子四处游走，像传教者，也像逃犯。他们知道自己走在灰线上，但也知道那些书、那些方子、那些被烧掉的救命纸，终究有一天会被重新翻出来。不是因为他们伟大，而是因为有人等不起了。有人病了，有人命悬一线，而体制给不出答案，只剩旧书一张，哪怕是灰烬，也有人愿意翻。有时候拯救一条命，并不靠药，而靠信息。准确的方子、对的时辰、合适的剂量，而有些信息只在地下流通。今天的故事就从一个茶铺讲起。嘉靖30年，扬州城南有间叫何味斋的茶馆，老板姓贺，外人只知他会炒茶，爱听戏，没人知道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朝廷密查医书黑市的线人，代号飞灰。他的任务是在江南一带打探禁方交易的风声。可问题是，贺老板干着干着突然不干了，不是良心发现，而是被治好了。那年他母亲患血瘀寒脉，卧床半年，各路御方都无效，连府医都说准备后事。一日，有位衣衫破旧的郎中路过茶馆，听说病情后，淡淡一句：“此症不难。”他用纸包写下一方，药材简单至极，3味草药加一个特殊的药引，乌鱼标泡米酒。贺老板试了试，3天后他娘做起喝粥，7天后能出门晒太阳。这一下贺老板动摇了，他原本是按东厂要求记录谁买了什么医书，谁口中提过什么方名，再一一上报。但现在他忽然意识到，那些被查的、被烧的、被禁的书，或许并不是什么妖术，只是比官方药书更管用、
更直接，甚至更贴近百姓的病。他开始偷偷记录这些民间奇方，甚至在夜里抄写方子寄回外地，让亲戚藏好，还用特殊记号在茶馆门柱上做暗记，谁来买茶，点的是什么症，讲了什么草药，做成一套属于他的地下医党。而与他暗中合作的就是这位落魄郎中，他姓邢，没人知道他的来历，只知道他走路微瘸，笑声很轻，说话慢得像念咒。坊间传言他是被逐出太医院的医将，也有人说他在贵州苗寨学过蛊术，还有人说他就是焚书余孽，从废墟中带出一整套禁书残页。传说再多，真相只有贺老板知道。这人懂得太多，而且从不炫耀。行医不收银子，只要书。有次有人拿出一本发黄的寒症精药，缺了封皮和序文，行医却喜得像宝，说：“这是我10年前亲手誊过的抄本，那时我还在宫里。”原来他曾是太医院抄写员，因抄错药引被责罚，后被逐出。可他始终记得那一夜烧书时偷偷藏下一摞未归档的手抄页，从此踏上江湖走方之路。这些人像是地下的火种，在表面平静的制度背后，以一种近乎密谋的方式传递知识。他们不写书，不开馆，不留痕，只靠口授、记忆、口诀、生草、实证，将那些濒临消失的命之纸一点点续回来。而他们的活动也慢慢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交易网络。你买的不是药，是一个能救你命的句子，一张可能被烧掉的配方，一段别人忘记的解释。这类交易无法公开，但也无法扑灭，因为它有需求，有效果，还有口口相传的民间信语。一传十，十传百，甚至开始吸引了锦衣卫内部的个别人。有传闻说，一位北镇抚司的千户在暗中接触过行医，请他治疗妻子的怪病。病好后，不但没抓他，反而送来一整箱旧书作为交易。这些旧书中有太医院遗失多年的活人草录，也有乾丰年间进贡失败未入册的西域医方译本，甚至还有一卷封皮上写着摄魂3法。当然，也有人说这些都是传说，是茶馆里说书先生编出来的，但事情的后续却真实的让人发寒。几年后，贺老板的茶馆突然停业，他本人被押解进京，说是勾结邪医，流通违禁放，而行医则从此消失。只在多年后，有人在福建某山村发现一间小药铺，墙上贴着的正是贺茶馆当年用来标记药证的木板。这些人没有留下医典，也没有留下名号，却留下了另一种医疗文化。地下医者漂泊如风，但他们的每一次停留都在替体制外的人留一条命路。他们像是黑夜里的路牌，不显眼，不光亮，但走得久了你就知道，光未必总在上方，有时候脚下的微光也能带你走出病的隧道。这便是那个时代最让人费解又无法阻止的现象：禁方越禁，地下流通越旺；官方越打压，民间越生机勃勃。不是因为人们叛逆，而是因为人们生病，而病了就想活，而活着的人总会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哪怕代价是背着药方走进黑夜，永不归来。坊间有一句暗语：香灰未冷，书未断根。在明清两代，这句话并不是讲宗教，而是说刻书。尤其是那些不方便公开的医书，往往就藏在这些香火不断的书坊后院，一边印佛经，
一边偷刻进方，佛祖眼下动刀墨，竟成了那个年代最大胆的印刷边缘人。最出名的是扬州一间叫云字堂的书坊，表面上它只卖《金刚经》《地藏经》《老子道德经》这些安全无害的版本，顾客清一色是香客、僧人、老教书匠。但行家知道，真货在后院。一堵木墙之后，有一个小屋，里面堆满雕版、纸张、干透的草药和一口从不熄火的火盆。那是印完一部禁书后的粉版仪式，一旦刻完、印完，原版立即烧毁，不留痕迹。掌柜的是个老头，姓方，人称方不印，不是不印书，而是不印名字。他刻的书从来不署名，也不留序文，封面只写2个大字“存读”。这2个字的意思简单粗暴，你看就行，别问从哪来的，更别传出去。他的刻书速度极快，一部3万字的小册子，5天之内就能雕完、印完、销完，然后换下一批。有一年，一本《医断千方》从他手中流出，书中多为民间土法杂方，却在半个月内传遍江浙一带。不少人说书中清血3法、解寒断臂汤效果极佳，一时间云字堂门庭若市。结果不过10日，官府查封店铺，方老头失踪，书坊被抄，连雕版的灰烬都被搜走。可惜他们不知道，云字堂的书从不只刻一次，每部禁方医书都会有2套雕版，一套留作底稿藏进城西一处老祠堂地窖，另一套才是用来表面发行的引诱物。方老头真正的高明之处不在于刻字，而在于布局。他用一次次的查封掩护，真正的传播，把禁书变成了一种流动的谣言，越查越有名，越打越流传。他甚至还设计了一套防抄系统，书页每段留2处错字，但每本的错字位置都不一样。谁把哪本书泄露出去，由谁手中传到哪里，全凭错字位置就能倒查来源。这种错字追踪术后来被称为灰印标记法，是那个年代地下出版的重要反侦手段。而香灰系统的存在也造就了一个特殊职业——药文旅人。他们并不行医，也不抄方，只专门跑书坊与医馆之间，一手传书，一手传话。一位旅人曾记录这样一段经历：在杭州拿到一本印着存读的小册子后，连夜赶到绍兴一个医馆送书。到时天还未亮，他敲3声门，屋内有人回应：今日冷气重。他回：药阴间3分火，然后才得以入内。他把书放下，医馆主事者也不打开，只说：你这趟送了3命。他问：这本书就那么厉害？对方只回了一句：不是书厉害，是书还活着。这些书坊的医书内容千奇百怪，从蟾蜍吐珠散到转气回阳汤，甚至还有教人用铜钱、虎牙盐粉入药的偏门疗法。很多方子现代人看来离谱，甚至危险，但在当时，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对体质的反问。既然你治不好，那我试试别的，成功了就是一条命，失败了至少试过。而这类书坊后来逐渐演变出一套藏书密码，比如在经书夹页中夹一张薄页，写着人五腊八5味取一，暗指第8页第5味药为真正关键成分。或者书封背面角落印一个微不可察的红点，表示此书含烈性方。这些做法不只是为了防查，更是一种隐秘的传承方式。
有趣的是，很多禁书买家并非名医草医，而是正儿八经的太医院弟子、书院讲师，甚至地方守备。有位巡抚曾悄悄收下10本乡会医书，每本都由贴身仆人保管，定期调换，连他儿子得伤寒都用这类书上的方子救回。救完后，他在日记中写了一句：“方中无毒，毒在尽。”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乡徽书坊的印书量极小，往往一版不过100册，多数散失于时间中，现今几无存本。但他们留下的断句、方名、歌诀流入了大量后世中医的口耳系统中。你以为是祖传偏方，也许就是某位药文旅人在月夜中悄悄送过来的一页旧纸。这一切说明一个朴素的真理：知识不会死，哪怕火烧纸灰，只要还有人病，有人想活，书就会换种方式活下去。而那些老书坊，就是中医的灰烬温床，从余火中一点点把医学的失语者重新点燃。在明清之间的江南文人圈，曾经流传一种隐秘的癖好，叫方饮。这不是对草药的依赖，而是对药方的沉迷。有人不治病，却天天翻医书；有人不为人诊，却痴迷收集偏方怪术；更有甚者，是药成癖，明知无病，也每日饮汤吞丸，只为感受气入五脏的奇妙变化。这一圈人表面是书生、举子、文士，实则背后藏着一套专门研究药性感官实验的隐秘世界。而这股风气的背后，推手正是那些被禁的医书，比如《玄火通神录》《七日回气经》《内验真方》等早被查禁的残卷，在文人圈子里被奉为知性启蒙，甚至有人称之为药中禅学，认为服药不仅调体，更能通神、洗脑、悟道。这种说法一度在南京、苏州、绍兴一带的书院学生中蔓延开来。最夸张的是，有书生组织名为饮方社，成员之间互赠药方，讲究以身试药。他们会在读书时服用调气散、醒脑汤、安神丸，认为可以助记忆、通文思，甚至在科举考试前悄悄使用静心方压制紧张。他们背地里有句传言：3味药不输3年读书。虽然夸张，却道出这种药文化已经从治病走向求效，从身体延伸到心智。这种现象引起了官府的强烈警觉。一次，有考官在阅卷时发现数位考生文风相似，用词玄妙，且夹杂医术用语，引发怀疑。调查之下，查出这些考生出自同一书社，皆服过一剂名为桂花心汤的调神药。东厂得知后，迅速展开查缉，涉案书社被封，8位成员遭捕，一位主事书生被判以药乱学，以方惑众，充军岭南。但事情并未就此平息，反而因为查禁，更多人对药方通神的传说产生兴趣。有人开始翻查祖宅旧柜，有人四处打听饮方社的残卷歌诀，更有人重金从旧书商手中买下一页写有“飞气入脉，止思通明”字样的残纸，称为考神秘帖，是要悟出其中秘诀。然而，这股风潮也带来了惨剧。一位杭州书生服用来历不明的通脑丸后，突发抽搐，口吐白沫，最终身亡。尸检发现其服药过量，药中含有朱砂、麝香等猛烈成分，早已超出正常剂量。此事一出，震动朝野，有官员在奏折中直言：医禁不严，学风成祸。
于是新一轮查书风暴再度袭来，重点盯防对象不再只是医馆，而是书院。苏州某书院因此全面停讲医理课程，所藏医书全部焚毁，学生每日被迫背诵《大学》《中庸》，不许再提气、血、脉、药四字。而那些真正研究中医的学者，则被打成学术异端，遣散回乡，终生不得再参与官学体系。中医从此被隔绝于正统学术之外。可这正中一批文人的反骨心理，他们不信道士，不信佛，只信人生可修，而药便是他们修身的工具。于是便有内服外司一说，靠药调内气，靠文机思潮。这种说法在江南形成一股奇特的医文河流。他们写的诗文药名嵌句，方法入文，仿佛一首首药性诗。比如桂香3寸入肺藏，沉沉夜静转心肠。字里行间不见医理，却全是医感。有人说这帮人疯了，也有人说他们开辟了中医的另一条路径，药不只是治病，而是通往人的深处。甚至一位被逐出书院的学子在流放途中写下，无心有病，非文能解，唯方可愈。这句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了那代文人心中的口头禅。但终究他们的这套体系无法公开，它缺乏逻辑、实验，甚至荒诞，但它确实拯救了某些陷入思维黑暗、心绪紊乱、精神焦灼的人。他们把药当灯，把方当门，而门后的世界却从未真正被朝廷承认。于是这些药引文人成了两头不靠的异类，官府视其为危险思想的传播者，正统医家视其为胡闹伪学。但他们留下了大量民间诗抄、药感随笔、服药日记，这些文本后来被私人医者广泛引用，反而为中医临床提供了丰富的个案资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本名为《冷炉医话》的手抄本，作者无名，只在序言写了孤灯寒夜，方比人言。全书37条，药感记录简短直白，句句带着人味。服黄连时思母，服山药后欲沉眠，服人参似与人言。这些感官片段看似无用，却道出药与人心之间那点最细微却真实的关系。这也正是当时那些被称为疯子的文人想留下来的东西。他们不在意药的正统与否，只在意人的感受。他们不追求疗效速成，而在意药过之深，深过之心的那一瞬震动。这一群体的兴起与瓦解如昙花一现，却也成为晋方历史中最特别的一页。不是伤人，也不是救人，而是药与人的共鸣实验。他们追的不是药理，而是人在药中的投影，而那种投影是朝廷、制度、教条、规矩都无力解释的部分。这部分也许就是禁书最怕被人读懂的部分。在所有被查禁的中医古籍中，有一本书的消失方式最彻底，它没有存世版本，没有序言残页，连书名都成了传说。只知道它曾在明末妇科医家圈中广泛流传，作者是个女子，书名疑似叫《女科别录》或《安胎六法》。据说它不仅详述待胎产女子诸病，还特别记载了女性如何调气补血以自疗其身。更罕见的是，他将房中术写入妇科养护篇章，直接挑战了当时的性别医理壁垒。这位女医名叫郑玉娘，生于万历年间，是一位手艺人之女。
自幼随父摆摊卖草药，后嫁入一位医家，因夫婿早逝，独自撑起医馆。他行医30年，尤精妇科，善于治疗产后虚损、月事失调，常以柔法调气、以性养血为主张，在当地颇有声望。可问题也正出在这里，他治的不只是病，而是话题。据传他在医案中常写，女子病多因憋气、私情、强忍。他不止一次在方后批注：药未治，心已郁，情未解，气无归。这种说法在当时被视为大逆不道，不仅否定传统医理中阴弱顺从的观念，还暗示女性情绪、欲望、身体是可自我调节、主动决断的。这种医理中的解放意识很快就引起了麻烦。他所著的那本书原为自己诊病笔记，后在学生怂恿下小批印刷，仅印30册，多赠亲友。不料其中一位读过而不是的文士，在进京应试时，将此事当趣谈写入省中杂录，被御史看到，引发风波。一查之下，地方衙门迅速封管，抄书传讯郑玉娘，指她以医伪言惑众，以色术矫道，押送南京审问。审问过程并不激烈，因为郑玉娘拒不辩解，只留下一句话：女儿有病，岂可由南书尽述？他的沉默被解释为默认罪状，书籍全部焚毁，医馆封门，门徒各自遣散。之后他被流放岭南，途中生死不明，但他的书却没有真正死去。几位门徒各自保留了记忆中的部分方子，并重新誊写为心得录，以匿名方式流传。其中有方如红气汤，主治经期腹胀，药材仅3味，重在调和气血；又如归心饮，专治产后抑郁，配伍极简，却注重服药时听琴静坐，强调情志疗法。这些方法后被多位女医引用，甚至口耳流传至清初，被收录进若干女科集录中，却始终没人敢数她的名字。最具戏剧性的是，清初某年，皇妃久病不愈，太医院常进药法无效，有一太医冒险献上一帖情气散，服后竟显奇效。皇帝问方从何来，太医知无其词，最终坦言此方为民间女医所传，今已失载。皇帝未追究，只说世间艺术未必无理，唯言慎用。而这帖情气散正与郑玉娘所记宁气汤成分完全一致。更令人深思的是，在乾隆年间，有官刻《女科汇编》一书，广收明代各家妇科方论。序言中提及，昔有女医倡以情志为本，虽遭事机，其方之效至今未替。这段话虽未点名，却成为郑玉娘身份被侧面承认的唯一官方记载。而整本汇编中多达9条方子与安胎6法记载极为接近，学者私下早已认定其原本就是郑玉娘所书的重刻。从历史的深处回望，不难发现，郑玉娘之所以被禁，不只是因为她是女子，而是因为她试图打破女性只能备医的单一定位，让女人在医理中重新成为说话者、决断者、身体的主人。而这在一个连皇后都不能选择自己药方的时代，无疑是挑战权力的存在。更深一层，它让医学触碰了文化的底线，把房中术、情志疗法、气血之变融入日常诊疗之中，使中医不再只是病理系统，而变成生活观念。
而正是这份超越生病本身的理解，让他的书成了最危险的禁物，不是因为医，而是因为思想。如今我们很难再找到郑玉娘的原书，留下来的只有一些半真半假的抄本、零散的传说和民间对女医娘子的隐秘敬意。但他开创的那种从女人看自己身体的医理路径，却在默默影响一代又一代女医、母亲、草药师，甚至影响了那些从不知他名字的人。他的书可能真的被烧成灰，但他说过的话、开过的方、看过的病人、留下的疗法还在人世。只要女人还在为自己的身体寻找语言，那他的禁书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有些医书的去向藏在我们想不到的地方，不是民间藏书室，不是书院密柜，而是地下深处。清初乾隆年间，一支豫派考古队在西山为修建皇清墓院开掘地基，意外挖出一处结构复杂的古墓，初步判断是明代某位亲王之妃的陵寝。可奇怪的是，随葬品中并无传统宝物，而是一整套包裹严密的药具与手稿，甚至还有未用完的草药、蜡封瓷瓶、褐色药丸和一叠发黄的纸张。这些纸张最初被当作祭文或随葬经书，直到一位太医院随员仔细辨认，才发现上头记录的是一整套急救回阳法，并注有用药时辰、配伍口诀、禁忌人群，末尾还标有内服不得于7次字样。这些内容专业严谨，语言古奥，药名多为禁方材料，极不寻常。而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手稿中的不少内容，在现存的太医院医书中根本找不到。也就是说，这是一套从未正式公开的王府医典。太医院内部立刻上报，乾隆震动，下令封锁消息，并将该墓地列为暂不开发区域，名义为地质不稳，实则整个墓室被封闭管理，文物被秘密移入宫中，立党归入特藏要案。但纸终究包不住火。几年后，一名曾参与转运的内务府当员被查出私藏2页残纸，内容记录了活血返魂汤的制法及其配合封脉术的步骤。这套方法与此前流传已久的回阳九转法如出一辙，但所用药材更多触犯当时律例，比如人中白、太医末等。此事引发轩然大波，档案员被流放宁古塔，其余知情者皆签守密誓约，不准再提。可问题是，药方一旦从纸上流出，就再难彻底回收。据说那位当员临走前，将手中残页誊抄2份，交给京城2家老药铺做人情留念。而这2家药铺在此后几年中，确实出现过多次起死回生的传闻。一位老妪突发心厥，一位学童夜里痉挛，甚至一位兄贵之子夜里寒热反复，嘴唇污紫，都在饮下一碗奇怪的暗红汤药后转危为安。坊间开始传言，药神重现西山，古方起死回阳。朝廷意识到情况恶化，立即以非法方剂传播为名调查这2家药铺，却一无所获。有人说他们早将真正方子销毁，也有人说早就有人提前抄走，藏在某位古董商的手书佛经中。而围绕这批墓中药书，还有一个谜团至今未解。那些药瓶旁放着一只小小的象牙盒，里面是一节已经风干的婴孩脐带，用红绸缠绕，边上贴有半张残纸，写着破阴之法，不得入阳。什么意思？没有人知道。太医院私下推测，这或许是一种击命之法，以胎元之气逆冲命门，用于重症垂危之人，
极其危险。但正因如此，这套医法才被深埋地下，成为不愿世人的禁忌。他之所以会与妃子合葬，可能不是为了他治病，而是他执意保留这份能救命的书，哪怕死后也不愿被毁。或许他知道，这种医术活着时不能留，死后也未必被容忍，于是将它埋入墓中，交给万年后有缘人。而这有缘人，也许就是清代那批暗中研读墓中要录的医家。根据后来的口述材料，曾有数名御前御医在不经意间引用了墓中方，而这些医案都在秘录草稿中有所记录，但从未入正式医书。他们之间彼此默认其存在，但从不提出自何处，只是用一句话带过：此方远人所传，视之不误。而后代更大胆的学者曾提出猜测，会不会有更多古墓医书已被悄悄取出，只不过被有意掩盖、私藏、消化？会不会中医失落的一部分，并不是在书房被烧，而是在墓穴中被封，躲过了焚书之火，却躲不过制度之冷？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面对的就不只是禁方与焚书的问题，而是整个医学历史的断代之谜，多少真实的疗法、用药逻辑、医道细节被封入棺椁，流入黑市，化入口耳之间，而我们今日所知，仅是幸存下来的冰山一角。或许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拼回那张医书的全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个寒冷的墓室里，在那些被蜡封瓷瓶中的药丸之间，埋着的不是迷信，不是妖术，而是当年那个妃子想保留下来的东西，不是药，而是希望。康熙皇帝酷爱读书，尤其偏好医书。史料记载他年少时体弱多病，靠药汤度过童年，长大后对医学产生浓厚兴趣，甚至亲自校订医书，收藏各类药方。但有一件事却始终讳莫如深，他曾亲自下令暂封不出的一批医籍，在数十年后竟凭空消失，不仅从宫中典藏中抹除，连钦定医书目都不再提及。事情要从康熙23年说起，当时皇帝微恙，多日未愈，太医院数位御医轮番诊治无果。皇帝命人调出太素脉诀，千金一方，对照自查，又命人检阅古方杂编，希望从旧法中找突破。数日后，有内监从藏书楼搬出一大批书籍，据称多为明末宫廷禁方旧抄本，包括数十本只供内读不供抄录的医书残卷。这些书籍本应存于上书房，但被转入乾清宫后的一间密室，据说仅皇帝、2名御医与1名文案官可入。随后不到1个月，皇帝病愈，却并未将这些书归档，而是下旨暂存，不许他人翻查。这一指令悄无声息地改变了这批书的命运，它们不再是可引用的医学知识，而成了宫中私藏。而后几十年中，关于这批书的记载越来越模糊，到了雍正即位时，已无人提及。有人认为他们已毁，有人说被转移至圆明园藏经阁，但所有记录都只停留在传言中。直到乾隆初年，一位负责修缮藏书楼的官员偶然发现一本《康熙御批医录》，上面写着7转9归法，不可轻泄，脱神还气术，仅宜家传。这段话让乾隆大为震动，亲自查阅，结果整套相关书籍不见踪影。乾隆当即命人彻查，却只查出一份模糊的借阅记录，显示这批医书曾在康熙晚年借出供内廷习医之用，之后再无归还记录。此事被定为宫中书籍失管，
多位管书太监受罚，但书始终未寻回。乾隆失望之余，将残存片段摘录入《御览一宗要略》，其余部分则空卷留名，再无追述。就在这段失踪记录成为历史悬案的同时，民间却悄然出现一本书，名为《断气回命十法》，署名为晴川旧医。书中提及七转脱神、入阳再生等术语，与康熙笔记中的用词高度吻合。更让人起疑的是，此书中多次提到宫中旧例、御方之法及秘传不可录，显然不是出自民间草医。坊间因此怀疑，这些消失的医书并未完全消失，而是被宫中某些医官或文案私下抄录、外传，逐步流入江湖。甚至有传闻称，一位原籍陕西的太医院副手在康熙去世后，带着数本残书回乡，藏入祖宅地窖，并嘱后人：此非救命之书，乃保命之计，宁烧不宜。这种说法真假难辨，但不可否认的是，康熙晚年所接触的这些失踪医书，确实承载着一部分中医从未公开的分支体系。他们并非完全离经叛道，而是更侧重于危急之症的逆转与调命、快速止决、催醒、封脉、破寒、补神等手法，融合了大量巫医、道医甚至外邦异术的内容。正因为内容太过边界，才无法列入正典。可也正因他们的意义，才在某些生命边缘时刻显出价值。而康熙或许正是在亲身体验中认识到了这些边术的效力，才会在痊愈后留下那句意味深长的命令：暂存，不许他人翻查。这不是禁止，而是一种温柔的保护，留给真正需要也真正懂的人。遗憾的是，这种保护在体制面前终究太脆弱。一旦没有皇帝的意志支撑，这些书变成了无主之书，被遗忘、被处理、被认为不合规而销毁。他们既没有学派认领，也没有弟子程序，只能以碎片的形式活在一页抄本、一个传说、一句异乡草医口中的祖传法里。而这就是中医历史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种损失。不是一次焚书、一次封馆，而是某一位懂行者去世后，那套完整的知识体系随之烟消云散。而我们回头再找，只能在空卷留名的档案中嗅出一点灰烬的味道。康熙的诗书成了后世中医界的遗憾，也成了我们试图重建中医全貌时永远补不上的缺口。而那间曾藏有旧书的密室，如今早已翻建重修，墙上挂着乾隆御笔的存正堂匾额，却无人知晓。当年在墙后封存的不只是药方，还有一个皇帝曾经亲手划出的通往医学边界的出口。这是一个几乎被历史掩盖的名字，李英石。不是御医，不是翰林，也不是江湖名医，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民间草药师，年纪老迈，行医不多，只在湘西深山里开着一家不起眼的药铺。可他却因为一张药方、一场拒绝、一次静坐，成了整个朝廷档案里最难解释的异常事件。事情发生在乾隆45年，那年南方瘴气流行，多地爆发怪病，发作时高热不退，四肢抽搐，瞳孔散乱，官医束手无策。湖南一带尤为严重，甚至惊动京城。皇帝派出太医院官员南下调查，并点名征集旧书禁方中可能有效者，希望尽快压制疫情。就在这批人马抵达衡州时，收到地方推荐，说山中有位老医李应时，曾用反清医汤救过不少同症病人。调查人员带着礼物，
敕令卫士前往登门，李老先生却只是静静听完，然后摇头说：“此方可救命，但不能交出去。”众人哗然。他又补了一句：“不是不给，而是知道你们不会让他留下。”官方不悦，威逼之下，他只提了一个条件：让我静坐3日，若意不改，任凭处置。就这样，70多岁的老医者在自己药铺门前搬出一张旧藤椅，对着一堆干草木灰坐了整整3天3夜，无语无动，饭水不沾，只点一炷香，守着自己脚边的纸卷。那纸卷里就是那张反清医汤。据说他第3天清晨忽然吐血昏厥，被抬进屋里时，手里那张纸仍被紧紧攥着。方子最终未被交出，调查官无功而返。原话记载：其性执拗，难以驱策，方为民所幸，虽罚无益，唯留官后。意思是这人难搞，动不得，百姓又护着他，只能放弃。可就在此事过后，衡州的疫情竟有缓解迹象。有人私下说是李老用方救了几位重症者，百姓口耳相传，自己熬药服下，竟有明显起效。于是更多人来求方，他却依旧不传，只诊不书，只言不止。他说：“这方不能写，写了就会被烧。”后来他病重，有弟子问他：“师父，那张方子到底有多厉害？”他只回一句：“不是方子厉害，是那些想烧他的人太怕他。”又说：“这不是药，是一条别人不想让你知道的活法。”第2天，他便去世，连夜火化，骨灰和那张方子一起埋在他自家药铺中。一根木牌刻着“生草养命，不传其名”。他的一生没有著作，没有弟子传承，只有一堆无人翻阅的药渣和几10年坐堂看病的旧板凳。可他那3天3夜的沉默，在湖南老百姓心中成了传说。很多年后，当地有人在家中贴着一副对联：“方可救命，不必留名；人可服病，不必服权。”落款2个字：应时。而他的反清益汤究竟是何方？后人只能从民间口述中拼凑，可能是以青蒿、乌梅、炙甘草为主，辅以几味兵危山药，加入帐区特有清风藤。配方极其讲究，火候与先后顺序，还有严格的服用时间与禁忌。据说，若错过发病前70成服用，药效减半；若体质偏寒服用，则易成反噬。如此精准与风险，也难怪李应时不愿交出。但这也让人反思，是不是正因为官府无法理解精准用药、个体差异、山地气候下的特殊疗法，才将这些民间古方一律视为危险？而李应时这类人，明明可能在救命，却被打成艺术影将。他并不孤独。据后来的太医院记录，清朝中后期曾记录50余起民间聚焦方案，其中多数以无果结案，即无处罚也无承认。而这些被聚焦的药方中，有1/4后被证实为古方残谱延续，即来自明代前的禁书一脉。他们手中握着一小段不完整的线索，却因过于敏感、不合规范而被时代弃置。可对患者而言，方子有没有批文并不重要，命能不能保才是真的。而制度看不见这点，于是他们用火、用令、用沉默，把这些非主流的活命方式一点点压下去。李应时的选择是让这纸药方永远成为口中传不落纸的灵魂。也许他知道，只要他一旦入书，结局只有一个：焚。
于是他用3天3夜的坐姿，把这张方子从官方手里硬生生夺了回来。他赢了，但也输得彻底，因为从那以后再无人见过那纸药。而这或许就是他真正的悲哀，不是怕被夺走方子，而是怕这个世界根本不配拥有它。传说中有一本书，它不在任何书目中，也没有确定的名字，只在流传口耳中被称为《隐方经》。没有人见过它的全貌，有人说它从未存在，有人说它每50年出现一次，只传有缘人。更有医者断言自己曾翻过它的一页，药方简直匪夷所思，却又精妙至极，像是被谁从未来送回来一样，提前知道所有人体的秘密。这种传说本该归于茶余饭后的野谈，可偏偏它留下了一些过于真实的痕迹。比如江西某地，一位老郎中去世后，他家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一本破旧线装书，封皮早已脱落，扉页写着“隐方之路”4字，笔迹极小极密，纸张泛黄，但异常结实。有人翻阅后惊讶发现，书中所载药方居然能精准描述舌苔发紫兼气急者的症状，并附有一种内敛气寒法。药引居然是露水滴入桐木心中。当时虽无验证，但仅凭药理设想已足够令人震撼。这本书后来不翼而飞，留下的只有只言片语和记忆中的段落。而这类突然出现又神秘失踪的书籍传闻，在不同地区反复出现。山东称它归隐录，福建叫它草山真言，四川一带更干脆称之为天医手书。无论叫法如何，描述总是惊人的一致，无封皮，无目录，无作者，方中多为禁材，配药方式奇特，强调药性不分阴阳而分意图，并往往配有咒言、手印或调气口诀。这种超规范的写法在传统中医体系里是不被允许的，它更像是一种介于医学与巫术之间的边缘知识，既不被承认，又始终存在于现实的缝隙中。而《隐方经》的最早记载，据说可以追溯到元末，一位蒙古王子的副医官在手札中提到：见医书，载方数十，经其入骨，言不可述，书不可明。虽然语焉不详，但这可能是《隐方经》第一次在纸面留下蛛丝马迹。更离奇的是，有些方子后来居然被官方医书采纳，而这类方在出现之前从未有过系统理论解释。例如，《清宫医录》中记载一种极脂猴风丸，其组成和配法与江西流传下来的隐方残液高度相似，但医录却署名为某太医院医官首创。有学者私下推测，是否隐方经早已进入宫廷，只是被改名洗白，成为正统之下的非正统。而隐方经的流传方式更像一场宗教仪式，据说它不靠传承，而靠挑人。传者会在一个特定时辰、特定季节，甚至是一个病重的节点，把书交到某个原主手中。受者不得外传，不得誊抄，只能口授，并在自己生命尽头前选定下一个持书者。书不是归属，而是一种责任，而拒绝传承的后果，据说就是药失灵，书自焚。最令人困惑的是，这本书的内容并不稳定，不同见过它的人回忆内容不尽相同。有人记得7日断气回阳术，有人记得风中止痛咒语方，还有人说书里并没有药，只写了一整页的调心口诀。这也引发一种说法，隐方经其实不是书，而是一种医理容器，它的内容会根据读者的病感而呈现不同面貌。更极端的推测认为，这其实是一种古代心理疗愈法，
以神秘文本作为载体，激发患者对生命的掌控感，从而引导身体自愈。现代学者称之为隐性医书的心理暗示机制，但无论怎么解释，它所产生的影响已超越了医学，进入了文化、心理甚至宗教层面。直到今天，还有人在寻找隐方经，有人在藏书阁的无名医稿中找线索，有人跟踪旧纸商翻阅废纸篓，有人跑遍南方小镇打听传书人的下落，有人甚至发誓曾梦见他一卷黑底金字的小册子，在他梦里自己翻开，里面全是看不懂的字，却能一眼知道每页意思。醒来后只记得一个方名：白日焚心散。这或许只是幻觉，但也可能是记忆深处曾被某人口授过，只是我们早已忘记，而身体还记得。隐方经是否真的存在，没人知道，但它存在于太多人口述，太多指缝间的注解，太多未署名的医方里。它像是一种时代的潜意识，把人们对无法解释之疗愈的渴望寄托在一部永远不会完整现身的书里。它不是书，它是希望的形状。关于中医禁书的故事，总会指向一个终极问题：这些书为何必须被焚毁？在那一页页被投入火中的纸张背后，究竟烧掉了什么？如果只说是因为内容危险，那又为何有些方子后来被悄悄重新编入官方书目？如果说是防止误用，又为何其中不少药理比正统医典更系统、更精确？或许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书，而在人。清末明初，一位名叫韩子恒的地方医者，曾在山东开办一家民间医塾。他主张以旧书残方为基础，重建适合地方病、平民病的疗法体系。他用的教材几乎全是残本、抄本、手札，学徒只收5人，讲究因病设课、因方立题。他常说一句话：治病者要记得病人的名字，不是只记药名。他的名声渐起，引起地方政学界关注。有人怀疑他传播迷信，举报其讲授违禁方，地方衙门派人突查，发现他藏有一本名为《病起风录》的旧抄书，内容记载如何在瘟疫出发时用风饮药阻断传播路径，并附有大量调气步法和煎汤手势。这一书让巡检一头雾水，他们不懂方里为何反复提到起吹方向、药炉火性转点、煎汤持时者气息节律，更不解为何一剂感冒方里要配合足3里步法7行。他们看不懂，所以决定烧掉。韩子恒未争，只说一句：书你们可以烧，病还是会来。那场焚书后，他的医塾被迫停办，学生各奔东西，有的弃医转行，有的继续偷偷行医。他自己搬回乡下继续诊病，不再谈书，只留下几册手记。他写道：书者纸也，法者心也，纸可毁，心未死。这些年里，焚书者的理由从未变过：书中有反常理之法，书中易被误用，书中难以监管。可他们始终不肯承认的是，这些书不是写给他们看的，他们写给的是病人，是医者，是那些手里无权、眼中只有命的人。这些被焚毁的书往往都有共同特征：脱离官方逻辑，不依循科举语言，不服从药材统购系统，不符合安全可控的标准。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适用于现实中那些非标准、非系统、非可控的生命场景。他们不是为了完美体系而存在，而是为了当下就得救人。而制度永远害怕这种超出控制之外的疗效。你治好了不该治好的人，就像说出了不该说出的秘密。
于是他们烧书，烧的不只是药名，而是那种不靠他们也能活下来的可能性。到了近代，还有不少人试图复刻这些备坟之书，有人整理民间残方，有人收录流亡医者手稿，有人拍照誊录地下刊印，但始终无法再复原当初的完整面貌。因为书可以重印，语句可以复述，可那一代人面对疾病时的信念、灵机、胆识已随着火光散尽。有学者在整理清末医书时发现，大量标注存疑不可考的方剂，其实都与此前被列为禁书的内容高度重合，只是换了个名字，避开了曾经那场火。换言之，有些书从未真正消失，只是换了衣服，在合法和非法之间游走，像一枚藏在夹缝里的药丸，谁都知道它可能有用，但没人愿意为它担责。所以禁书并没有被彻底焚毁，它只是学会了躲藏。有的化作歌谣，有的写进家谱，有的变成不成文的习俗，比如产后莫饮溪水，夜汗先饮藕汤，寒风不可空腹入。听起来像老话，其实背后都是一套残缺的古方逻辑。历史是一场缓慢的灾难，有些知识不是轰然倒塌，而是在一代又一代的谨慎处理中渐渐蒸发。而当我们再想重建它时，发现找不到一整本书，只剩几句话、几页纸，一段模糊的记忆，像从废墟中捡回来的碎片，拼凑不出原样。可哪怕只有碎片，只要还有人读，有人抄，有人相信这里面曾藏着救命的方法，那些书就还没死完，只能被烧尽，但故事不能。火可以毁掉一部医书，却烧不掉一个人想活下去的心。这才是所有禁书里真正不愿意被你看到的东西。夜深了，故事讲完了，你的眼皮是不是也有些沉了？如果你此刻正独自坐在一间安静的房间，窗外风微微吹动，墙角的影子轻轻晃动，那就正好，请让自己靠在椅背上，把脑子里的那些书名、方子、火光和灰烬轻轻放下。那一页页被烧掉的不只是药书，更是很多人拼尽一生想留下的一句话：命是可以救的，不一定非得听命。他们用纸写过，也用血写过，他们知道说出来会惹祸，但还是有人不肯闭嘴。有人藏在枕边，有人埋在药罐底，有人干脆写在梦里，可他们都没选沉默。他们选了传，哪怕只是传一页、一句、一个偏方。你不需要全记住，只要记得这个世界曾经有人为了救命写下一些你现在还看不到的东西。现在可以关灯了，晚安。